自 FCS 项目结束后，美军终于又有了120毫米炮塔式自行迫击炮。3月6日 ，BAE 系统公司宣布，已向美国陆军交付了配备尼莫炮塔的新型多用途装甲车辆，且已进入评估和测试阶段。迫击炮想来都不陌生，因其结构简单、射速快、弹道高，一直是步兵的好帮手。在伴随作战中，对各类工事具有较强的杀伤力，尤其在城市、山区等复杂地形作战时，自行迫击炮可以对各类目标实施快速打击，配合精确制导炮弹，可满足部队中近距离火力支援的需求。那么这型120毫米炮塔式迫击炮车性能如何？能否满足美陆军的需求呢？美军新型的120毫米炮塔式迫击炮车利用了 BAE 开发的外部任务设备包，该包主要由新的顶板组成，可快速集成各种炮塔。如该公司此前就曾展示过一种用于短程防空的 AMPV， 其炮塔配备了毒刺防空导弹和30毫米自动加农炮，所以美军的新迫击炮车就是尼莫炮塔武装的 AMPV 变体。AMPV 计划是美陆军现代化战略的基石，主要用来取代自1960年代以来一直服役老化的 M113 系列车辆，目标是为美陆军提供5种主要变体，以满足广泛的作战需求，即通用车辆、医疗后送车辆、医疗车辆、迫击炮运输车以及任务指挥部车辆。这反映了美陆军对装甲旅战斗队机动性、生存能力、多功能性的看重，总是想让士兵时刻拥有最好的装备，用更先进和多功能的系统来取代其过时的平台。比如美陆军目前拥有的迫击炮车是一款基于 M113 系列的 M1064 履带式迫击炮运输车，一款是采用 8×8 Striker 轮式装甲车设计的 M1129 迫击炮运输车。这两款迫击炮运输车的后车内虽都装有120毫米迫击炮管，但要使用这些武器，成员就必须先打开车体顶部的舱门，这会让机组成员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如其中的 M1129 配备的是一门索尔丹姆 K6 120毫米迫击炮，可以发射包括高爆弹、精确制导弹药在内的各类弹药，配备反后坐力装置，并用电动伺服机来调整横向射界和仰角，最大射程为7公里，爆发射速每分钟16发，持续射速每分钟4发，可以在停车后1分钟内开火，车体内储存60发炮弹。该炮安装在美军史崔克步兵战车的成员舱内，发射时需要打开车顶的舱门，从车辆内部发射，成员生命安全无法得到保证。当然，如果需要，也可拆卸从车外发射，不过综合性能相对弱于其他同类产品，所以美国陆军一直希望拥有一款先进的迫击炮系统，来满足未来战场的要求。而美陆军新款的尼莫炮塔迫击炮车就能满足其需求。由于炮塔和装甲底盘采用的都是全封闭式结构，平台车辆和炮塔可以保护车组成员免受保护级别内的轻型弹药、地雷和简易爆炸物的伤害。成员在操作开火时也无需打开顶部舱门，这比车厢后置开放式结构各方面性能都有大幅度的提高。那么尼莫炮塔的威力如何呢？尼莫120毫米自行迫击炮是双管自行迫击炮阿莫斯的轻型版本，只有单个炮管，也是当前欧美国家最为先进的自行迫击炮之一。此处的尼莫炮塔是一种无人迫击炮炮塔，重 1.7 吨，采用一门120毫米后装填迫击炮，火炮身管长3米，俯仰角负7至正85度。迫击炮以及配用的炮弹基本与阿莫斯迫击炮等同，可以提供直接和间接火力支援。而且因为重量轻、体积小，非常适合装置在大多数装甲车、小型舰艇甚至是卡车集装箱上，这个稍后会讲到。另外，美陆军现有的迫击炮车都必须进行手动装填，但尼莫炮塔不仅用上来自动装弹机，还兼容大多数120毫米弹药，其中包括精确制导炮弹，具有在12秒内3发速射的能力，每分钟最多可发射10发炮弹，且具备多弹同时命中能力，可以让多达6发炮弹同时命中一个目标。发射普通弹药时，最大射程为10公里，具体的射程则取决于弹药和发射药的组合，备弹通常在50到60发。对敌时，尼莫迫击炮从准备到开火仅需要不到30秒的时间，并可在不到10秒的时间内离开射击装置。
这样的快速射击能力能够使其与载具避免敌方的反炮兵火力打击，还可以进行在行进间射击，这都是美军现役迫击炮车无法做到的。尼莫炮塔之所以这么强，有一半功劳归于其具备完善的火控系统，能够提高射击精度。该系统的当前版本因具有数字架构和 CCI 网络功能，可以使尼莫炮塔轻易获得其他平台情报，从而实现快速打击目标和执行射击和搜索任务。对于美陆军新型 AMPV 加尼莫炮塔的迫击炮组合， BAE 系统的 AMPV 项目主管比尔西伊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尼莫炮塔式迫击炮将为美国士兵创造更广泛的多用途选择，确保领先的战场优势。如前面说的，尼莫炮塔很轻很紧凑，适合安装在各种载具上。它与 AMPV 的混搭彻底开启美陆军和其他军种的大门。目前芬兰 Pater 公司已经做出尼莫的集装箱版本，算是伪装界的新秀。尽管是标准集装箱的尺寸，不过内部并不是真的由集装箱修改得到，而是一种高强度结构，其内容纳了炮塔、装弹机、备用弹药、射击指挥等一系列功能。即便单放在那里，也是一座火力强劲的火炮阵地。尼莫集装箱靠后的上方安装有低矮炮塔，能够旋转、俯仰，整个箱体使用加强的框架结构进行支撑，有数道纵梁跟横梁，其还安装有常规的出入舱门和逃生舱门。在集装箱内部，除了上述提到的武器、火控系统，通常还会备100枚弹药，具有充足的弹药才足以支持其火力持续输出。而且操作人员过得也相当舒适，箱内安装有空调设备，而且操作手还能够携带必要的轻武器进行自卫。此外，尼莫集装箱版本还能够额外增加钢装甲或陶瓷装甲，甚至是核生化保护系统。据悉，额外的附加装甲的厚度可达到8到10毫米，不过这些会增加3吨左右的整体重量。这套系统最大的优势是便于机动，且同样可以安装在各种卡车和船只上，变成自行迫击炮，也可以安放到地面上作为固定武器使用，作为前沿基地提供防御火力等。至于美陆军最终会如何安排带尼莫炮塔的 AMPV， 或是将尼莫炮塔集成到其他哪些平台上，目前还尚未可知。但据 BAE 称，美陆军接下来几个月会将重心放在测试评估上， BAE 和美陆军都十分期待最终的测试评估结果。除了尼莫炮塔的 AMPV 外，美陆军已经有了代替 M113 系列同类车型的新型迫击炮运输车 AMPV M1287。 AMPV M1287 是一种新型履带式迫击炮运输车，美陆军是打算用其取代基于 M106 履带式 APC 的旧 M125 和 M113 迫击炮运输车，今后将同尼莫炮塔式迫击炮车一起与美陆军装甲旅战斗队部署，为其在快节奏的进攻行动中提供快速、反应灵敏和重火力支援。2024年1月18日，美陆军第3步兵师第64装甲团第1联合武器营通过社交平台对外展示了其新型 AMPV M1287 迫击炮运输车的能力，其配备了强大的 M121 迫击炮系统。这是一种120毫米迫击炮，以广泛的射程和多功能性而闻名。该系统可与大约7公里外的目标交战，是 ABCT 非常强大的火力输出支援单位。在战场上可起到扰乱敌军、速到战场，以精确可靠的方式进行支援。该炮能够发射多种类型的120毫米弹药，使其能够执行广泛的战术角色，如远程火力支援时，可选择直接撞击的高爆弹；掩护作战时，也可发射烟雾弹和照明弹进行隐蔽和指示。M121 的火力很强大，与之搭配的是名为 M95 的迫击炮火控系统，其集成了瞄准、GPS 定位和通信等多种功能，可快速获取目标信息，并能根据实时战场信息快速调整射击参数与之交战，大大增强了迫击炮人员快速准确的瞄准和打击敌人的能力，也使 M1287 能够精准地执行其命令，以适应现代战场上的动态作战。在车组成员上， M1287 可容纳4名士兵，其中包括1名车辆操作员和3名迫击炮机组人员，确保了车辆和迫击炮系统的高效运行，使其能够快速响应 ABCT 的操作需求。在机动性能上， M1287 迫击炮运输车采用坚固的履带式底盘，在从泥地、雪地、山区等越野条件下拥有出色的机动能力，确保了其与 ABCT 其他装甲车的协调。在未来， M1287 迫击炮运输车
将为 ABCT 提供有效的间接火力支援。总之 ，AMPV 的引入以及其变体的出现，确保了美陆军今后能够在多样化和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中继续保持领先的装备优势。同样的，美空军也在想尽办法提升实力。近年来，美空军在战机方面的重心一直放在了第6代战机 NGAD 计划上，希望能尽早研制出来，以求在技术上与其他各国拉开差距。不过情况大家都知道， NGAD 计划太过庞大，因此有人建议在 NGAD 正式服役之前，美空军仍需要 F-22 这款5代空优机压阵。如在2021年时，美军就推出了 F-22 升级计划，并与洛马签署10年共110亿美元的合约升级案。但是早期版本 Block 20前的 F-22 由于升级空间有限，因此美空军在2022和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中皆提案要求退役封存32架早期版本的 F-22， 并将资金转投 NGAD 计划，但都遭到美国会的否决。对此，美空军采购、科技与后勤助理部长杭特也在近期出席智库会议时力挺 F-22。他称，尽管 F-22 目前不受待见，关注程度不如 NGAD， 但在当前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如果要把哪一个开发案放在最优位置，来应对短期内可能爆发的战争，那毫无疑问是 F-22 升级案。目前，杭特表示，美空军官员正持续和美国会沟通，因为那32架 Block 20版 F-22 已经不适合再进行作战任务，因此退役之后所省下的资金，他希望可以转投在升级剩余 F-22 机队上，届时将有155架 F-22 来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另一方面，在新兴的无人机领域，美国开发出了脉冲喷射引擎无人机。美国巴尔的摩的新创公司波浪引擎近日公开试飞了一架采用脉冲喷射引擎的无人机，未来有望让无人机以更低的动力成本进行大量生产。脉冲喷射引擎最早设计于1867年，由俄罗斯发明家特拉索夫推出。1907年，俄罗斯工程师卡拉佛丁制作出第一个可运作的脉冲喷射引擎。该引擎结构简单，仅由排气管、单向阀与供油系统组成。在启动高压空气供应后，单向阀片会被吹开，燃油会进入燃烧室中发生爆炸，从而产生压力。这时单向阀已被关闭，所有气体都将从排气管喷出，产生推力。首次被大规模运用还是在2战德国的唯一导弹上，采用了一具 Agras AS014 脉冲喷射引擎。而此次美国新创公司波浪引擎近日公开展示的 Saturday 就是世界首款采用脉冲喷射引擎的无人机。其采用传统起降构型，重量约45公斤，最大载重约9公斤，最大推力约50磅。据 View Engine 公司透露，其新设计的 Saturday 无人机，其脉冲喷射引擎油耗与结构复杂的涡轮引擎相近，但制造成本更为便宜，未来有望作为自杀式无人机或诱饵靶机使用，且造价低廉，可大量生产。美国军事力量真是强，一直都有新武器来确保自己的军队处于领先优势。好了，关于美陆军的炮台式迫击炮、新型的 M1287 以及后面升级 F-22 脉冲引擎无人机，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